大家都在笑话印度，但偏偏印度最好笑。04年，印度只花1美元就买下了一艘200多米长的大航母，9年之内却被坑掉40多亿美金。今天我们就来笑一笑印度的航母历险记。印度拥有航母的时间其实非常早，1957年就在大英爸爸的二手市场上买了第一艘航母维克兰特号，1986年又从大英爸爸那里买了第二艘维拉特号，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个双航母国家。此时的印度海军纸面实力确实很强，也飘得找不到北，天天就在海上瞎转悠。但是三哥并没能嚣张多久，这些二手货在三哥水淹火灾的保养下快速老化。1997年，维克兰特号宣布报废，只剩下一艘航母的三哥心里面非常不踏实，只有双航母才能彰显自己东方大国的实力。但此时的印度因违反了核不扩散协议，西方国家不敢卖航母给印度了。这个时候俄罗斯凑上来了，仗义的说道：兄弟，我家的戈尔什科夫号可以卖给你，你给个1美元意思一下就成。俄罗斯真的这么好心给印度送航母吗？这糟老头子坏得很。时间回到94年，苏联刚解体之后，俄罗斯的财政还处于崩溃状态，偏偏戈尔什科夫号的锅炉又炸了，没有钱修，只能当做废铁扔在了那里，又被当地的工人把上面拆了，卖了个精光，只剩一个空壳子了。后来俄罗斯一想，要不卖了算球，还可以换点钱，减缓一下国家的财政危机，于是洗洗涮涮一下，挂上了二手平台，写了个一手货9成新，并承诺可以帮忙改装，还保你的售后。这消息一出，顿时吸引了一大批国家的关注，毕竟能造这玩意儿的全世界都寥寥无几。1995年的时候，印度海军参谋长就来到了俄罗斯，参观了戈尔什科夫号，表示很满意，就是价格太贵了。俄罗斯也不接受砍一刀。接下来的3年里，双方在价格方面一直在互相拉扯。98年俄罗斯总理马科夫访问印度的时候，印度又说起了这艘航母的事情，马科夫这次就抛出了1美元卖航母的方案，但是偷偷的藏了后手。印度领导一听还有这种好事儿，嘴巴笑的都可以绕地球一圈。俄罗斯表示，你看航母都送你了，后续的改造必须我来操刀，我收个10亿美金的改造费，合理吧？三哥一听白捡的航母反正也要改的，连忙点头表示合理合理。俄罗斯又继续下套，各种配套设施也得整上吧，给你定制个5亿美元的米格 29K 舰载机，装备这方面必须得搞好，对吧？印度一听觉得有道理啊，当场赞同。最后这笔交易的费用敲定在15亿美元，双方在2004年签署了买卖协议，约定2008年俄罗斯交货。这次俄罗斯是把三哥当作大聪明整了，因为此时的俄罗斯经济上是半死不活的状态，三哥给的这笔钱简直是雪中送炭。最关键是俄罗斯没有什么造航母的人才，苏联解体时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全部落户在乌克兰了。俄罗斯凭借这手骚操作，可以拿着三哥的钱练着自己的兵，技术人员一边修一边学。更坑的是，这航母的图纸还丢失了，所以这工期进度犹如蜗牛在爬。到了08年要交货的时候，俄罗斯突然跟印度说，三哥，你的改装已经完成了 99.9% 了，只需再加14亿美元就可以提件了，不然就烂尾。三哥一听人麻了啊，好家伙，你跟我玩拼夕夕砍红包呢？回过头一想，已经砸进去这么多钱，沉没成本太高了，最后三哥也只能是含泪加码。2012年7月，戈尔什科夫号终于迎来了首次下水测试，本来双方开开心心的，谁知道一声巨响，这艘二手新航母当场就把自己给炸了，8个锅炉炸了7个，印度人都看傻了，当场就质问俄罗斯，你们是怎么搞的？我们耗费了快30亿美金，苦苦等待了8年的航母，为什么只响了7声？俄罗斯的技术人员开始紧急排查，毕竟都是有8年维修经验的老炮了，没多久就查出来了原因，只坏了1个锅炉，但是耐火砖质量不达标，引起了连环爆炸。俄罗斯的媒体听闻这个消息后，想把黑锅甩给中国，说是买的中国的耐火砖，中国国防部出来霸气辟谣，我们查过记录了，根本没卖给你们过。实际情况据说是三哥图便宜，四处打探对比价格后，发现中国的性价比最高，于是偷偷摸摸的买了一批回去，不曾想买的是一家河南民营企业的耐火砖，这砖是专门给北方朋友砌火炕的，被三哥拿过去砌了航母，结果吃了一个哑巴亏，因为这种材料属于高级货，限制出口的，只贪便宜不长记性的三哥只好把船拖回去继续修。2013年，这艘航母勉强算是交货了，被印度命名为维克拉玛蒂亚号。历经9年，这艘1美元的航母在各种改装、维修和配套上被捅成了一个4
40亿美元的大窟窿，而且就算是正式服役后，也是麻烦不断。2019年4月，维克拉玛蒂亚号结束演习后又突然起火，一名军官在救火时丧生。2021年5月8日又发生了第3次火灾，动不动就是各种故障和趴窝，实在是奇葩得很。俄罗斯却成功的盘活了自己的军工制造，最后别忘了航母的售后服务还可以抓着三哥薅几十年呢。所以说千万不要贪便宜，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关注九哥，给你做好吃又下饭的电子榨菜。同样都是人口大国，为什么中国至今仍需要进口粮食，而印度却能够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主力军呢？实际上，这一切都还要从印度农业的3大优势开始讲起。而也正是因为有这3大优势的存在，使得印度一面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一面又遭受着难以启齿的饥荒。通常来讲，对于任何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如何让人民吃饱饭，永远都是需要面临的头号难题。例如中国，在历史上就曾多次爆发大规模的粮食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一子相食的记载。哪怕到了新中国，随着科学的进步，粮食压力大大降低，但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粮食进口大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与中国人口数量相近，却一直在对外出口粮食的印度就显得格外特别了。印度的粮食出口到底有多么疯狂？根据数据显示，自从2008年开始，印度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其中在2022年的时候，印度大米的出口量甚至突破了2200万吨的大关，占据全球市场总份额的 40%。与之相对的，全球有23个国家对印度粮食的进口依赖度达到了 50% 以上。以孟加拉国、尼泊尔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依赖度还能够达到 90% 以上。换而言之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印度粮食几乎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印度终止粮食出口，势必会引发粮食危机。因此，一些学者将印度称为全球粮仓，倒也不为过。那么问题来了，印度粮食出口表现得如此强力，是否就标志着印度农业水平十分发达呢？其实并不。据统计在2021年，印度的粮食总产量约为3亿吨，人均粮食产量约220千克，亩产110千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 6.8 亿吨，比印度的2倍还多。这更加说明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在中国还需要进口粮食的情况下，印度却一直对外疯狂出口，显然是不正常的。而导致这种不正常的原因，实际上可以总结为3点，或者说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印度粮食出口的3大优势。2014年，低种姓出身的莫迪在众多印度平民的支持下，成功竞选为印度总理。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位人民总理，却在胜选仅1年后就遭遇了一场极为耻辱的惨败，而击败他的正是印度广大的农民们。2015年，莫迪推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土地改革计划，结果还没等正式落地实施，就遭到了印度农民们的强烈反对。最终无奈之下，莫迪政府只得被迫做出妥协，允许政策的执行与否由各邦来自行决定，使得该计划名存实亡。那么为什么印度农民能够有如此高的话语权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印度的农民本身就不是一般人。我们都知道，如今的印度很多政策都延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习惯，而在这之中就包括土地的相关制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了方便管理，英国不仅在经济上给印度引进了土地私有制的政策，而且还在政治上大力推行民主制。于是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现象，即那些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地主们能够名正言顺地参与到竞争性选举当中，进而赢得政治权力，巩固自身的利益。对此，学术界有个专属名词来进行形容，那就是地主精英民主。换而言之那些掌握着土地资源的印度农民通过民主选举，实际上已经摆脱了阶级的固有局限，在政治决策中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在地主精英民主制度的影响下，印度的农民自然能够获得一些超然的权利。他们不仅能够随意支配粮食等一系列农产品，而且印度政府还不敢对其过分得罪。哪怕印度政府早已认识到了这种情况，曾经发动过好几次土地改革，但始终收效甚微。根据资料显示，现如今印度有 72% 的农村人口， 40% 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累加。然而与之相对的，印度却又有超过 1.5 亿的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这种畸形的土地配比就使得印度少数人掌握了大量的粮食资源，他们通过囤积富裕的粮食让粮价维持在高位。
如果国内的平民们吃不起，那么就出口卖给其他国家，丝毫不在乎本国穷人的死活。据全球饥饿指数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116个发展中国家当中，印度的饥饿指数排到了101位，比苏丹、马里这样人尽皆知的穷国还要落后，属于重度饥饿区域。对此，有专家分析指出，印度至少有2亿人处在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超过300万。当然，除了土地私有这一优势外，印度之所以能够逆势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印度政府肯定也是功不可没的。众所周知，印度一直都有一个大国梦。从尼赫鲁时代开始，印度历届政府就一直致力于在世界上搞出一番名堂，像好几次自取其辱的申请入常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很不幸的是，凭借印度自身的实力，想要成为世界性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印度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以积极推动国际不结盟运动为名，拉拢一些小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那些小国肯定也不是傻子呀，不可能毫无理由的就让印度成为自己的老大，印度必须要拿出足够的筹码出来。基于这点，试问还有什么比粮食更具吸引力的呢？所以印度政府为了自己宏伟的目标，只好暂时让印度人民先勒紧裤腰带啦。回到现在，2022年俄乌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粮食市场随即受到了波及，很快便迎来了一场自二战结束以后最大的粮食危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光是从2020年到2022年3月，全球谷物价格就飙升了 65%。 面对如此情形，许多原本的粮食出口大国都开始囤粮自保，限制本国粮食出口。然而印度政府却在此大难关头站了出来，挺身而出的表示已经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甚至印度总理莫迪在面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时候，都拍着胸口表示，如果世贸组织许可，印度随时能够向全世界提供粮食储备。毫无疑问，印度政府这种无私的态度当即便得到了西方世界的一致赞扬。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就表示，印度的粮食出口为国际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问题来了，如此慷慨的付出，印度将会得到什么呢？根据印度本国一些机构的估算如果印度政府忠实的履行承诺，那么其国内的谷物价格将会被推高 8%至 10%， 进而让本就为物价上涨苦苦挣扎的印度家庭雪上加霜。对此，印度食品政策分析师德文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印度的粮食政策就是在走钢丝。土地私有，地主们为了一己私欲，宁愿出口也不愿让粮食降价。政府慷慨，政客们为了国际地位，宁愿饿着自己也要喂饱西方。2个因素加持在一起，便形成了现在印度一面疯狂出口粮食，一面却有超过2亿人在忍受饥饿的尴尬情形。事实上，如果印度上层能够脚踏实地，印度人本不该承受饥饿。因为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印度在发展农业方面确实拥有着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半岛之上，平原占到了其全部国土面积的 43%， 而剩下的那些山地也大都地势平缓，足以支撑发展农业。除此之外，印度的气候也十分适宜农作物生产，很多地区甚至可以达到1年4种。再加上恒河水域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如果不去当什么世界粮仓，印度保证本国的粮食安全绝对是绰绰有余的。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疯狂出口粮食，国内却没有爆发大规模粮食危机的原因所在。印度粮食的产量足够多，哪怕给每个人减少一些口粮，顶多也只是会吃不饱，而非饿死。而只要不死人，对于那些印度政客和地主们来说，就不算什么大事。凭借着3大优势，印度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依然成为了全球粮食出口的主力军。看似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却一点也不值得我们羡慕。事实上，粮食出口就是印度社会的一道缩影，极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上下阶级严重割裂，种姓制度又为下层人民套上枷锁，鼓励着人民就算心怀不满，也要做到非暴力。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的印度虽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其实其国家内核却一直停留在过去，那些残余的毒瘤仍然没有被挖除，拖累着印度社会无法大步向前。或许对于印度来说，比起睁眼看世界，当务之急是要做到内省。如果不能经历一场彻底的变革，那么印度的大国梦恐怕将永远遥遥无期了。